小纯！赵天骄连忙开口。白小纯看了看赵天骄，这才深吸口气，停下了脚步。大师兄，此事与你无关，实在是你师尊太过分了。张大胖你知道吗？还有徐宝才，他们既是我的好友，又是我的同门，可却被你师父抓走了。我来要人，他居然还装糊涂！白小纯怒道。赵天骄一愣，张大胖与徐宝才，他听说过，也的确好久没见到了。听白小纯的意思，居然是自己师尊给抓走了，这就让赵天骄迟疑中转头看向陈鹤天。陈鹤天也愣了，他之前想了好久，也都没想到是什么事情，眼下听到白小纯这么一说，更是有些茫然。他连张大胖与徐宝才的名字都觉得陌生。不是老夫做的，这两个人老夫都不认识。白小纯，你找错人了。陈鹤天只能强忍着怒意，一字一字开口，实在是他也觉得莫名其妙，心底憋屈，可实在是不想招惹白小纯，于是又补充了一句：此事不是老夫所为。不是你做的，还能是谁做的？白小纯眯起了眼，可表面上却是怒气冲冲。今天这事没完，大师兄，张大胖与徐宝才是我好友，他们如今生死未知，我心急，得罪之处，回头我向你请罪。白小纯说着，身体刹那一晃，直接越过赵天骄，直奔陈鹤天。轰鸣之声再次回荡，二人又站在了一起。赵天骄苦笑，看了看白小纯，又看了看陈鹤天，最终长叹一声，此事他也明白，绝非自己能插手。实际上他心底也对其师尊那里有些怀疑。陈鹤天内心都要抓狂了，憋屈到了极致，后退中他猛地嘶吼起来：白小纯，老夫都说了不是我做的，你还要怎样？宗门里就你与我结怨最深，不是你还能是谁？陈鹤天，你别装了，今天你不把张大胖与徐宝才给我交出来，到了半神老祖那里我也占理。白小纯岂能让陈鹤天的吼声压下，于是用更大的声音说出这句话。陈鹤天只觉得一口老血都要喷出，抓狂无比，一股强烈的几乎这辈子都罕见的委屈感在他心中不断的升起。知道此事无法几句话说清楚，他憋屈中再次后退，右手猛地抬起时，不是展开神通，而是取出传音玉简，立刻就给白震天与李显道传音。这是你们两位谁干的事情？该死的，你们干的事，却让我来背黑锅！白震天、李显道，这事你们要给我一个交代。这三句话，他几乎是在传音中咆哮而出，他实在是内心憋屈的无法形容。而白小纯那里，眼看陈鹤天传音，于是眨了眨眼，停下脚步，心中有了期待。与此同时，白震天与李显道那里，在时刻关注中，也都听到了这件事的因果。白震天还好一些，可李显道却是一愣之后面色大变。可还没等他去布置什么，陈鹤天的传音就轰鸣而来。此事的确与白震天无关，可却与李显道有些关系。李显道内心叫苦，有心不去承认，可看到陈鹤天那里都已经疯狂了，于是硬着头皮给陈鹤天传音回复了一句：陈兄，此事是误会，我刚才问了一下，似乎是我下面的一个长老无意中将那张大胖与徐宝才抓了。李显到这里刚刚传音，陈鹤天就猛地抬头，眼珠子都红了，将手中的玉简猛地扔给白小纯：你自己查看，看清楚了，你的那两个同宗不是老夫抓走的，不是老夫。不是，是李显道。白小纯，你找错人了。白小纯赶紧接过玉简，仔细的看了后，内心也升起怒意，琢磨着终于找到了正主，可表面上他抬起下巴哼了一声：这事不怪我，谁让你看起来就不像好人？算了算了，下次有事我再来找你，走了。白小纯说完，赶紧一晃，直奔李显道所在之处。听到了白小纯的话语，又眼看白小纯离去，此刻的陈鹤天若还不明白白小纯此番来临的用意，他也就活不到现在这把年纪了。天杀的白小纯，他这是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都要来找我麻烦的意思啊！这是要逼得我不得不出面帮他解决问题啊！陈鹤天想到这里，内心的郁闷已到极致。错非他是天人，怕是急怒攻心下，早就气得吐血了。那憋屈，那委屈，让他整个人都要爆了一般。一旁的赵天骄看到这一幕逆转，只能摇头苦笑。这白小纯太不是个东西了。陈鹤天都要疯了，打也打不过，躲也躲不开。一想到以后对方遇到什么事，都第一个来打自己的画面，陈鹤天只觉得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有种无法形容的抓狂感，心中无比后悔。暗道早知道这样，绝不去招惹这狗皮膏药般的白小纯。第903集，这是误会，我招谁惹谁了呀？陈鹤天欲哭无泪，越想越是抑郁，尤其是看着四周的建筑因之前的斗法而毁了不少，一片狼藉的模样后，他就更压抑了。别人抓了他的同门，他来找我陈鹤天愤愤，心底也在发愁。他实在是担心，有了这第一次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过此事也是一个机会，他若是与李显道打起来，那么此事我也可借题发挥。方才我们的出手，半神老祖必定也都关注了，虽没有说话，可若这白小纯继续下去，必定会引起半神老祖不悦。陈鹤天想到这里，目中狠辣之芒一闪，立刻给李显道传音，想要让对方与自己配合，
争取这一次让白小纯吃点苦头。白小纯，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祸端。在陈鹤天这里算计时，白小纯的心中也有衡量。他知道这星空道集宗，自己的头上还有半神老祖，自己这里事情不能做得太过。眼下找到了正主，他心底衡量一番后已有决断，速度之快，掀起一连串的音爆，直奔李显道的居所而去。白小纯一路张扬，很快的就到了李家。刚一靠近，立刻李家内就有一股天人意志冲天而起。白道友，不要着急，这是误会。误会李显道的声音也随着其身影的出现回荡四方。老夫已让人去将白道友的同门放出，稍等片刻就好。李显道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脸上露出笑容，只是在这笑容的背后却是犹豫。按照他的脾气，若是换了一个人，他早就一剑过去将对方直接斩杀。可白小纯这里，他是真的忌惮无比，实在是之前逆河宗一战让他心悸很久。若白小纯还没有成长起来，他还可以选择遏制，可如今这样一个已经成长起来的天骄之辈，其未来不可限量，能不招惹，能去化解，才是最好的选择。可偏偏他接到了陈鹤天的传音，也知道了陈鹤天的计划，从心底他是认同此事的，这就让他迟疑起来，心底也在衡量，眼下还没有决断。可无论怎么做，都需他在刚开始面对白小纯时视之以弱才好，只有这样，才可让那白小纯在半神老祖的墓中显露更多强势霸道的一面。而以他对半神老祖的了解，对于这种霸道的天人，半神老祖就算不说什么，可心中必定有不喜。况且在白小纯面前露出弱势，也不影响他的颜面，毕竟大家都是天人境。李显道觉得自己就算主动低头，也都可以理解。当然，若白小纯不是天人，哪怕他有天人战力，李显道也都不会如此。实在是天人之下，在他看来都是如蝼蚁一般，只有到了与自己同等的层次，才算是这片世界的强者。眼看李显道居然主动低头，白小纯目光一闪，有些狐疑，觉得此事不对劲，于是一瞪眼：抓了我的人，还让我不要着急？李显道，你什么意思？白小纯低喝，做事要向李显道飞去。李显道目光微闪，不去争锋，而是急速后退。眼看李显道后退，白小纯眯起眼，已琢磨出了端倪。主动示弱，这是给我挖坑啊！好你个李显道！白小纯脑海急速转动，已有了主意，速度陡然爆发，径直追上，立刻出手，顿时轰鸣之声回荡，竟直接就打了起来。此刻，其他彩虹上的修士也都将注意力从陈鹤天那里挪开，放在了这里，全部关注。而陈鹤天更是神识锁定此地，看得比谁都认真。他没法不看，实在是心头憋屈，不但对白小纯有怨恨，更有想法算计白小纯。此刻看到白小纯出手，他冷笑起来：打吧，打得越激烈越好。陈鹤天看着这一幕，心头略微舒服一些，目不转睛的紧盯。至于白震天，他是最没有压力的了，看着白小纯与李显道的斗法，他心中一样舒坦，更有庆幸自己除了逆河宗之事，与白小纯那里再没有什么恩怨。这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疯子啊！白震天感慨时，也察觉到了李显道的不对劲，略一思索，凭着他对陈鹤天的了解，内心猜出了七七八八。而此刻白小纯与李显道的出手也越发激烈起来。轰鸣中，李显道不断后退，他虽是天人中期，可白小纯那里皮糙肉厚，力气极大的同时，神通术法丝毫不弱，这就让李显道头痛无比，与陈鹤天一样，心中都有一种无力感。况且他也觉得委屈，他是天人老祖，不可能去针对区区几个元婴都不到的弟子。他也是刚才隐隐想起，似乎是麾下一个长老先抓了白小纯的同门后，自己的子孙中有人又在自己面前哀求，他这才点头批准，让此事顺理成疾，符合宗门律例。此刻心底对于那位哀求自己的子孙小辈，已经是带着痛恨了，恨的不是对方招惹了这个麻烦，而是明明知道白小纯如今强势，且成为天人后，自己的那个抓了白小纯同门伙伴的子孙小辈，居然不来提醒一下自己。也正是因没有提醒，才使得他如今极为被动，否则的话，此事他可以掌握主动的同时，也能有太多的选择。种种思绪在李显道脑海浮现后，他内心已有决断，琢磨着既然白小纯这里逼人太甚，就只能配合陈鹤天了，于是再次开口示弱：白老弟，你听我说，你的同门我也安排下去，很快就被带来了，我们没必要打呀，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白小纯听到这里，心底哼了一声，再次向前一步走去的同时，嘴上却说出了另一番话语：这可不行，我也不想打你，实在是我之前冤枉了陈鹤天，和他打了一架，眼下找到了正主，要是不和你也打一架，有些不好吧？陈鹤天会怎么想？别人会怎么看我啊？白小纯神情有些发愁，似很无奈。四周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修士，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看向白小纯的目光也都充满古怪，同时又有些好笑。实在是白小纯这句话说的理直气壮，可偏偏让人听了后都觉得有些发浑。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误会了陈长老，所以要来打李长老。众人神色越发怪异时，
就连在最高处的紫色彩虹上，一缕神识关注此地的半神老祖也都哑然一笑。他之前因白小纯的霸道强势而升起的一丝不喜，此刻也因白小纯这句话而消散了。半神老祖笑着摇头，他之所以不喜那种强势霸道的手下，是因这一类人过于刚直，不利于操控。而白小纯的这句话，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说明了态度。如果是无意说出，那就说这白小纯性格冲动，这样的人便于操控；而若是有意说出，那就更让半山老祖满意了。这态度的表达已经很清晰了。实际上，对于白小纯，半神老祖也有好奇。他之前之所以有那道册封白小纯的封命，其根本原因也与杜灵飞有关。同样听到这句话的，还有陈鹤天。他猛地吸了口气，也从这句话里听出了端倪。至于李显道，他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对方的这句话让他立刻对白小纯的警惕提高了太多，内心也急速的转动，直接就打消了与陈鹤天配合的念头。此人不仅战力强悍，心机也极为深沉，能去化解，还是化解的好。李显道深吸口气，脸上笑容再次浮现，向着白小纯一抱拳：“白道友不要多虑，你与陈道友是误会，所谓不打不相识，与咱们无关。”这话说完，眼看白小纯气势依旧强烈，李显道叹了口气，他倒不是怕了白小纯，实在是觉得与白小纯之间没有必要始终敌视。第904集，白道友，你东西掉了。毕竟现在的白小纯已被半神老祖认可，成为了与他们地位身份一样的太上长老，且陈鹤天的计划也因白小纯那一句话而被轻松化解。他不信半神老祖没察觉，可对方却始终没有阻止，这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也罢，或许这也是一个与白小纯化解的机会。李显道想到这里，内心已有决断，他掐诀一挥，顿时四周浮现一层光幕，遮盖外面一切视线后，一拍储物袋，立刻手中就多出了一面玉佩。这玉佩上雕刻着3龙6凤，刚一取出，就立刻有一股惊人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那3龙6凤并非雕刻，而是真正存在，甚至四周天地都在这一瞬出现了一些云雾。此玉佩一看就不是寻常之物，更是在那上面隐隐有天意波动，这正是一件天人法宝。白道友，这枚玉佩是你的吧？李某无意中捡到，今日一对比上面的气息，才发现原来是白道友的法宝。李显道微微一笑，话语间将手中玉佩一挥，这玉佩化作一道华光，有3龙6凤之影，若隐若现，直奔白小纯而去。这一幕，其他彩虹上的修士看不到，已被李显道遮盖，可白震天与陈鹤天却是看得清清楚楚。白震天有些恍惚，至于陈鹤天则是呆了一下，他怎么也没想到李显道居然用这样的办法来化解白小纯的纠缠，这让他内心的抑郁更强了。这李显道怎么这样不顾身份，居然做出如此无耻之事？陈鹤天心头憋屈愤懑，越想越觉得李显道太过奸诈。白小纯也愣了，一把抓住后，狐疑的看了看李显道，眼珠咕噜一转后，他的目中猛地一亮，这老头可以啊！白小纯顿时就反应过来，这明显是对方要送自己礼物来化解此事，可又不好太过直接，所以才用了这个办法。白小纯顿时心中就觉得舒服不少，更是琢磨着这个办法不错，自己也学会了，于是干咳一声，把玉佩放在了储物袋里。咦，这玉佩的确是我的，之前不知道掉哪里了，原来是李道友捡到了。白小纯哈哈一笑后，又试探的说了一句：“李道友，我记得当初掉玉佩的时候，一起还掉了一把飞剑啊，那飞剑可是个宝物。”李显道闻言呼吸一滞，表情一僵，看了白小纯一眼后，又拍了下储物袋，取出了一把蓝色的小剑。这小剑刚一出现，顿时四周一片冰寒，甚至在这寒气下，这小剑漂浮在半空中，居然渐渐变得透明起来，似一旦展开，无影无踪。这就让白小纯惊喜坏了，他赶紧开口：“哈哈，就是这把剑，这可是我的家传之宝啊，多谢李道友了。”白小纯说着，右手抬起虚空一抓，立刻那小剑就直奔白小纯，被他一把拿住后，爱不释手的看了看，这才心满意足的收好。恭喜白道友，物归原主。白道友，那位擅自出手擒拿了你同门的长老，还有老夫家族内的那个参与了此事的小辈，他2人既敢如此，此事老夫会给你一个交代。李显道也笑了笑，在他看来，外物也好，家族的长老与那个小辈也罢，都比不过与白小纯这里化解恩怨来的重要。李显道如此做法，让白小纯这里也不好再胡搅蛮缠下去。此刻正要开口时，神色微动，与李显道一起看向下方的李家祖宅。很快的，白小纯就看到了张大胖与徐宝才的身影，他2人面色红润，好似一副被大补了的样子，不但没有半点伤势，甚至连衣服也都绫罗绸缎，被一群李家的族人簇拥，如送贵客一般送了出来。只是2人神色内都有茫然，一副措手不及的模样。显然这一切都是白小纯在等待的过程中被李家快速安排的。眼看张大胖与徐宝才2人一切如常，白小纯也终于放下心来，此刻脸上露出笑容，向着张大胖与徐宝才打了个招呼。这招呼一打，张大胖整个人立刻愣了一下，
傻傻的看着白小纯，一脸的不敢相信。身边的徐宝才也是在看到白小纯后，不由自主的吸了口气，瞪大了眼睛，彻底呆住了。小纯，你没死！二人几乎同时失声。这天地间有能置我白小纯于死地的地方吗？白小纯干咳一声，小袖一甩，背着手吹嘘道。话语回荡间，李显道也都神色怪异，有些不自然。可徐宝才与张大胖显然早就习惯了白小纯的说话方式，此刻劫后余生中又看到故人，顿时激动无比。小纯，你终于回来了！张大胖快走几步，上前一把抱住白小纯。他如今的身体又胖了不少，虽不是肉山，可也好似一个圆球。眼下激动中，一身肉都不断的抖动。至于徐宝才，此刻在平复呼吸后，也振奋无比。他赶紧快跑几步，口中更是不假思索的连忙吹捧凑去。少祖天骄绝伦，盖世无敌。这天地内怎么可能找到一个能让白师叔陷入死境的地方呢？蛮荒又算得了什么？听着张大胖那激动的声音，享受着徐宝才那熟悉的言辞的奉承，白小纯心底喜悦。他在蛮荒时，除了担心逆河宗的那些人外，最担心的就是在星空道极宗内的张大胖与徐宝才了。白老弟，现在人我给你送来了，你放心，后面的事情我必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李显道咳嗽一声，打断了白小纯三人的叙旧后，温和说道。他话语一出，张大胖与徐宝才一怔。他们虽在星空道集宗多年，可却接触不到天人，对于这李显道有些陌生。可琢磨着，此人一定是个大人物，否则的话，李家怎么可能在方才的时候对待他二人如祖宗一般？不但给他们疗伤，更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甚至还送了他们大量的丹药与宝物，那模样如同恳求一般，希望他们二人不要介意这段日子的牢狱之灾。送出的宝物之多，丹药之后，超出了张大胖二人的想象，他们都看傻眼了，一路都在茫然。此刻觉得终于找到了原因，他们都心神震动，对于白小纯居然能找到这样的大人物而震撼。白小纯看了李显道一眼，目光落在了张大胖与徐宝才身上。大师兄，还有宝才兄弟，你们觉得呢？这段时间你们吃苦了，要是有什么不满，或者想要收拾谁，就和我说。白小纯一拍胸口，大声说道。李显道在一旁苦笑，没言语，目光也落在了张大胖与徐宝才身上。还有四周那些李家的族人，此刻也都紧张，甚至看向张大胖二人时，目中都带着恳求了。张大胖与徐宝才惊奇的眨了眨眼，相互看了看后，又摸了摸身上的储物袋，那里面装着的可是让他们到现在都心跳不已的惊人财宝。回想这一年来的牢狱之灾，虽受了一些委屈，可也并没有生死危机，且1年的时间就换来他们怕是100年也都获得不了的修炼资源。二人顿时觉得这1年值了。想到这里，他们二人冲着白小纯摇了摇头，没有要去继续追究的意思。可他们没去追究，但白小纯却不这么认为。只是眼下季李显到这里一次次示弱，他也不好说些什么，心中也有其他的打算，于是点了点头后，冲着李显道一抱拳，带着张大胖与徐宝才离开了李家的范围。直至白小纯走了，李家族人才纷纷松了口气。可李显道那里的面色却是刹那就阴冷下来，回头冷冷地看着自己的族人，将李元胜还有那个出手的长老给我带来。李显道淡淡开口，声音却如天雷，直接在李家族人心神中回荡开来，使得此地所有族人都内心一颤，知道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这一次怕不仅仅是李元胜自己要被惩罚，其所在的那一脉都要受到牵连。可老祖震怒，其他人又岂敢求情？更重要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了另一个如今风头正盛的天人老祖白小纯，那可是连他们李家老祖都要示弱的惊天强者。第905集，小纯，你别开玩笑了。星空道极宗，蓝色彩虹上，白小纯满心喜悦，带着张大胖与徐宝才向着自己洞府飞去。途中三人叙旧，说着以前的事情，好似回到了当年白小纯刚刚来星空道极宗的时候。一路上白小纯速度不快，张大胖与徐宝才此刻虽与白小纯叙旧，可心神还在激荡之中，实在是之前的一幕幕逆转，对他们二人而言好似天地变幻。小纯，方才那个前辈是谁啊？张大胖问了一句，他没注意到白小纯的修为有什么不同，实在是以他如今结丹后期的修为，很难察觉白小纯的真正情况。至于徐宝才，只是结丹初期，更是看不出白小纯的不同，只是他二人多多少少都觉得白小纯身上似多了一层看不透的迷雾，甚至肉眼能看到白小纯的身影，可若闭上眼，却丝毫感受不到。他，李显道啊！白小纯眼睛一眨，眉头一挑，轻描淡写的说道：“李显道，这名字有些熟悉啊。”张大胖一怔，隐隐觉得好似从哪里听过这个名字，挠了挠头后，正要回忆，可一旁的徐宝才不愧是号称在任何地方都可第一时间打探到情报的小能手，他几乎在听到李显道这个名字的刹那，就猛地睁大了眼，身体一颤，倒吸口气，失声惊呼：“李显道！星空道极宗5大天人里的天人老祖李显道！”随着徐宝才的声音传出，张大胖也顿时张大了嘴，全身猛地一颤。
我想起来了，这李显道就是李家的那位天人老祖，就是他当年下令将我与徐宝才收押的。小纯，你不知道啊，那李家极为可恶。张大胖呼吸急促，一方面是被李显道这个名字震撼，另一方面则是想到了当初与李家的矛盾，此刻一股脑的就将白小纯当年走了后发生的事情全部说出。当年白小纯去了长城，而张大胖还在炼丹突破之中，徐宝才也因资格不够，只能留在星空道极宗彩虹下的空城里，负责白小纯那茶馆的生意。直至不久后，张大胖在冯有德的护法下，成功的修为突破，踏入结丹境。因其结丹特殊，是炼丹，故而不但在炼灵上有更强的造诣，甚至在战力上也都超出其他同境不少。更是在星空道极榜上，最多的时候杀入过前20之列，被很多星空道极宗的弟子看成了天骄之辈。而徐宝才也因张大胖这里的崛起，从而跟随在张大胖身边。可他们明白自己毕竟不算是真正的星空道极宗的弟子，最多只能算是半个罢了，所以平日里行事都是小心翼翼，结交朋友的同时不轻易得罪人。就这样过去了很久，张大胖的修为也与日俱增时，白小纯失踪的事情传入到了星空道极宗内。此事对张大胖与徐宝才刺激极大，他二人苦涩了很久，有心回逆河宗，可星空道极宗却不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于是二人在星空道极宗内更为谨慎小心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随着白小纯的失踪，当年与白小纯有过摩擦的李家天骄李元胜似在没有了顾忌，竟强行出手，将空城内白小纯的客栈直接抢走，更是伤了徐宝才。若非张大胖及时救助，怕是徐宝才生死难料。他们与李元胜之间，当年白小纯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仇隙，如今客栈被抢，使得仇怨更深。可张大胖与徐宝才示弱，此事只能咬牙忍下。之后的日子里，虽处境艰难，可好在那些与白小纯有交情的，如赵天骄等人的归来，时常对张大胖与徐宝才帮助，才使得他二人于星空道极宗内慢慢有了一些根基。他们也知道了逆河宗在中游与其他3宗的摩擦，可二人只是结丹，这么回去的话于事无补。所以张大胖努力修行，想要让自己在星空道极榜上进入前20。而一旦进入了前20，按照星空道极宗的最新规定，他就有资格成为星空道极宗真正的弟子，且不是寻常弟子，而是天骄身份。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有一定的资格在星空道极宗内去侧面帮助逆河宗。在张大胖的疯狂修炼下，他终于在1年前修为突破，成为了炼丹后期。去闯星空道极榜时，再次遇到了李家的那位天骄李元胜。这李元胜也是结丹后期，处于20开外，二人的争夺顿时激烈起来。李元胜虽也是天骄，可在战力上不如张大胖的炼丹，最终张大胖将其打败，踏入前20之列，而李元胜则是只能处于21位。他们的矛盾之前就已经很深，此事更是成为了一个爆点。那李元胜不惜得罪白小纯的那些故人，发动其家族之力，给张大胖与徐宝才扣上了一个触犯门规的名头，更是哀求其老祖李显道，最终请出家族一位元婴长老，将张大胖与徐宝才直接擒下。若张大胖没有踏入星空道极榜前20，李元胜敢杀人。可如今的张大胖地位已与曾经不同，就算是天人老祖李显道，也不能无缘无故的杀了他。所以他二人只是被关押，可李元胜毒辣，生生将这关押的年限动用其人脉之力给固定在了一甲子岁月上。也正是因此，逆河宗之战，张大胖与徐宝才没有归来，他们在那牢狱内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随着张大胖的话语，白小纯的面色慢慢难看起来。他之前不了解真正的情况，可现在知晓了，对于李家的所作所为，已是心中寒意弥漫。且这件事情归根结底，也是源自当年白小纯与李元胜的仇怨而来。大师兄，徐宝才，这件事情我必定给你们一个交代。白小纯咬牙开口，我倒要看看那李显道怎么处理此事。若他处理的好也就罢了，如去包庇的话，我也只能去找他再打一架了。白小纯冷哼一声，心中已有决断。他话语一出，张大胖与徐宝才面面相觑。半晌之后，徐宝才忍不住提醒了一句：少祖，那个李显道可是天人啊，天人算个鸟，我也是天人啊。白小纯抬起下巴，小袖一甩，傲然开口。他话语一出，张大胖与徐宝才一下子都傻眼了，彻底呆住，脑海更是嗡鸣。实在是白小纯的这句话，让他们根本就不敢相信，甚至都觉得匪夷所思。小纯，你没事吧？张大胖有些紧张，赶紧上前要去摸摸白小纯的额头。他觉得白小纯这里有些魔怔了。我真的是天人？白小纯哭笑不得，连忙说道：小纯啊，你不要说了，我们相信。对了，你是找的谁请出的李显道，把我们给放了呀？张大胖话头一转，开口问道：我没请谁啊，大师兄，我白小纯有些急了，话还没说完，忽然看到远处天空上有7、8个弟子，应该是刚刚经历了星空道极榜的试炼，准备离去，于是马上喊了一句：你们过来，告诉我这2个好友。我是谁？那7、8个弟子一愣，赶紧飞来，
刚一靠近，就立刻向着白小纯恭恭敬敬的拜见，拜见白老祖。他们的拜见以及恭敬，让张大胖与徐宝才看得呆愣住了。这7、8人里有那么1、2个，他们认识，知道对方是星空道级榜上前50之人，尤其是其中一个，更是排名在10几位的天骄。这个小纯，你别开玩笑了。张大胖呼吸急促，目光有些茫然，有心相信，却仍觉不可能。一旁的徐宝才身体都颤抖了，眼中露出更为强烈的不可思议。我真的是天人啊！星空道极宗的第6位天人。白小纯很是无奈，所幸修为在这一刻忽然爆发，顿时好似有天雷在这8方轰隆隆的炸开，他的气势直接惊天动地，仿佛改天换地般，风起云涌间，一张属于白小纯的巨大的面孔直接就在苍穹上幻化出来，如俯视众生般遥望大地。他的意志如同天意降临世间。第906集日月长空诀。随着白小纯修为的扩散，苍穹上其面孔中散发出的无穷威压越来越强烈，但只是刹那间，白小纯就收了修为，使得苍穹面孔消失，威压消散。你张大胖脸憋得通红，指着白小纯却说不出完整的话语来，满面都被无法置信的神情占据，整个人脑海一片嗡鸣，好似铜锣不断在脑中敲响。一旁的徐宝才也是如此，二人已彻底被震撼了。结合之前所见，此刻彻底明悟，那李显道之所以客气，李家之所以对他二人如祖宗一样，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白小纯的身份。白小纯天人张大胖用力地吸了几口气后，其激荡的心绪此刻猛地就化作了无比的振奋，他的双目慢慢冒光，最后猛地一拍大腿，哈哈，我张大胖从此之后在这星空道极宗，谁敢惹我？眼看张大胖这般振奋，白小纯也很开心，一拍胸口傲然说道：没错，以后在这星空道极宗，谁敢惹我们？徐宝才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激动中他身体颤抖更为强烈，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星空道极宗内这些年所有被他看上的女修。以往那些女修对他这里毫不理会，可如今不一样了，少祖成为了天人，以我和他老人家的关系，以后我看上哪个女修，勾勾手，对方就要主动过来啊！徐宝才想到这里，兴奋的无法形容。张大胖此刻喜悦开心极了，心跳加速，根本就平复不下来。一方面是为白小纯高兴，另一方面则是幻想未来。他觉得自己在星空道极宗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自己上面没人啊。与徐宝才一起，二人只能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可现在不一样了，天人老祖是自己的兄弟，如此一来，自己以后在这星空道极宗，不说可以横着走，也都相差无几了。在张大胖与徐宝才的尽情畅想放飞中，白小纯带着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洞府。蓝色彩虹范围广大，白小纯身为天人境长老，他的居所与其他5位比较丝毫不差。只不过他没有自己的家族，所以这偌大的区域都是他一个人居住。带着张大胖与徐宝才回来后，白小纯更是做主，让张大胖与徐宝才也居住在这里。看着四周这无数奢华的建筑，还有那浓郁到了极致的通天海灵气，张大胖与徐宝才更兴奋了。对他们来说，这一切如同做梦一般，此刻正是美梦正酣之时。小纯，我决定了，咱们在这星空道极宗要有自己的势力。你看其他5个天人老祖，哪一个身边不都是强者如云？咱们也要这样。张大胖一脸振奋，目中冒光，向着白小纯开口：这些年我也认识了不少人，我这就去找他们。没错，星空道极宗内不得志的弟子不少，如今少祖这里成为天人，这就是他们的机会啊！徐宝才也兴奋地赞同这个想法，从怀里居然摸出一个小本，翻开后不断地看了几眼，似在选择要拉入伙的弟子。看到张大胖与徐宝才这么亢奋，白小纯也觉得开心满足，琢磨了一下，觉得他们2个说的很有道理。他的心底也怀念在葵黄城时自己有那么多的尸魁收下，于是当起了甩手掌柜，让张大胖与徐宝才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拉人进来。更是在徐宝才的建议下，白小纯亲自给了张大胖一道法旨，上面清晰地写了赋予张大胖与徐宝才足够的权利。二人拿着法旨，激动地匆匆离去。实在是此事对他们冲击与影响太大，他们恨不能马上回到他们的人脉中，一方面炫耀，一方面则是拉帮结伙，好去找那些曾经对他们有敌意之人的麻烦。有了这法旨，他们相信将无往不利。化解了张大胖与徐宝才的危机，白小纯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他此番回到星空道极宗，也总算是处理了几乎所有的事情。如今手下的势力有张大胖与徐宝才去组建，白小纯平静下来，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的修行之路。一方面是不死血的修炼，不过这需要足够的生机，这一点不难，以我现在的身份，可以短时间内解决不少。还有就是天人功法了。白小纯沉吟片刻后，起身一晃，消失不见，出现时已在了蓝色彩虹中心一处高耸的7层高塔内。这高塔名为星空阁，其内存放着星空道极宗自传承以来收纳的所有神通术法，尤其是第7层里更是放着天人道法。而哪怕不算第7层，仅仅是6层以下，对于寻常弟子来说，也都需要足够的贡献与修为，才可踏入一时半刻。
但身为太上长老，这星空阁内的一切都可随时翻看，根本就没有贡献的限制。毕竟算上白小纯在内，星空道极宗里有这个资格的，也就只有他们6人与半神老祖而已。白小纯的到来无声无息，出现时已在了星空阁第7层。此地寂静，只在正中间有一张古朴的桌子，上面放着9片散发沧桑之意的竹简。这9片竹简明显都是古物，甚至有的都出现了裂缝，可见古老的同时，也能看出都是孤本，而非拓印之物。而在这9枚竹简的四周，则是摆放着3圈约莫数十套功法的玉简，显然要么就是层次上不如中间的竹简，要么就是本身残缺，都是天人道法。白小纯上前神识散开，一一扫过后，也有心经、逆合宗也有天人道法，只有2种都是残缺。可这星空道极宗却是有这么多，这就让白小纯对于星空道极宗的底蕴有了深刻的了解。此刻神识扫过，他很快就将这里的所有道法都看了一遍。如他之前判断的差不多，中间的9枚竹简的确是最完整的。在这里，他看到了李显道的剑法、陈鹤天的魔功，还有白震天的天地棋盘。只不过，除非是真正选择，否则的话，只能看到大概，看不出深邃。至于四周3圈玉简，则几乎全部都是残缺，越是外层，残缺越严重。这里面有星河、道河以及集合老祖3人的神通，还有一些则是白小纯前所未闻之法。中间的自然是最好的。白小纯皱起眉头，实在是中间的9枚竹简，他扫了一圈，虽都是完整，可却与他之前的功法存在一些冲突的地方。这9枚竹简是星空道极宗的核心天人道法，想要修炼，需在之前就一路修行辅助之功，如此才可在天人时顺理成章的修炼天人道法。我结丹时是寒门养念诀，元婴则没有选择功法，凭着蛮荒秘法炼元婴而成。这天人的道法，如今就至关重要了。白小纯沉吟中又仔细的看了看，他对于外侧的第3圈的一门天人道法很感兴趣，只是这道法残缺的厉害，使得白小纯拿不住主意。此法名为日月长空诀，名字浩瀚无比的同时，从其描述上也能看出其惊人之处。修炼到了大成后，可以让这苍穹上多出一轮日月。甚至功法上也点出，此法来自曾经的魁皇朝，被发现时就是残缺的，其岁月悠久，已无法考察真正的来历。只不过根据后人推测，若能将其炼至大圆满的9层，以此突破半神，可吞日月。可惜这日月长空诀只有前3层，虽能勉强到天人中期，可后面的功法却已失传。白小纯有些纠结。第907集如鱼得水，甚至在这玉简上也有记录，在白小纯之前，这悠久岁月里，曾有3位星空道极宗，如今已经陨落的天人老祖也修炼过此法，里面也有这3人的一些修炼心得，其中大都是语带遗憾。更有一人说出，如这日月长空诀完整，以此修至半神，那么哪怕在半神中也都可以成为强者。实在是此法太过霸道，与其他天人道法完全不同。炼化天地灵力存于体内，在自身体内形成日月，不断的酝养后，一旦日月从体内升起，就可让苍穹多出一轮太阳，多出一轮皓月，其威力之大，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且修炼此法不需要有任何提前的辅助之功，只要到了天人境就可修炼。如能包容万象，可与任何功法完美契合。只是其缺点一样，让人无奈。只有前3层，甚至这第3层，还是后人推演出来，与真正的第3层必定存在一些偏差。而一旦修炼，要么就是此生终止在了天人中期，要么就需要在天人中期时改变功法。所以至今为止，也就只有3人修炼，且最后都是在天人中期时换了神通。其他的不适合，不如就修炼这个。我虽没有后续的功法，可我那弟子身为明皇，无所不能，更是聪明绝顶啊，说不定他能给我推演出后面的那几层。白小纯仔细的衡量之后，一咬牙，拿起日月长空诀，一晃之下走出了星空阁。出现时已回到了其居所之处，立刻就闭关研究起来。越是深入了解这日月长空诀，白小纯就越是心跳加速，觉得此功不应该叫日月长空诀，如此厉害，应该起名叫日月惊天诀才对。前3层都是养月篇，直至第3层大圆满后，就可让体内蕴养之月横空出世，而中间缺失的3层应该就是养日篇。这么来看，最后的3层莫非就是日月同出，辉煌苍穹天地？白小纯吸了口气，感慨之余也开始尝试修炼。同样的，对于修行不死血所需的生机之力，以白小纯现在的身份，直接就从星空道极宗内调出了大量拥有旺盛生机的草木，更是以其太上长老的身份发布了宗门的一道任务，使得整个星空道极宗的丹道修士都来为他炼制丹药。只是那些人炼出的丹药差强人意，白小纯还是觉得自己炼制的会更好。可他纠结了好久，最终只能长叹一声：我不敢炼啊，每次炼丹都出点意外。如今我在这宗门内，上面还有半神老祖呢，一旦出了事就麻烦了。白小纯觉得有些遗憾，只能勉强用那些弟子的丹药。虽如此，可在量大的情况下，也使得他在修炼不死血上
有了突飞猛进。可他心底还是纠结自己没法亲自去炼丹的事情。时间流逝，转眼过去了3个月。这3个月里，白小纯沉浸在修炼中，无论是不死血还是日月长空诀，都不断的提高中。他也终于感受到了身在一个大宗门内且处于近乎巅峰的地位后，能享受到无与伦比的修炼资源。可以说这3个月他消耗之大，若是放在逆河宗，不说把逆河宗吃空，也必定让逆河宗元气大伤。但如今在星空道极宗，这些损耗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要知道，在长城没有崩塌前，长城上的消耗要比白小纯这里大了太多太多。就算是那样，星空道极宗也都能始终源源不绝的供应。可想而知，星空道极宗数万年的底蕴，其深厚的程度实在是难以想象。甚至白小纯对比之下也已发现，同样是半神，可葵皇城的4大天王与通天河区域的源头宗门之间差距不小。先不说2个半神个人之间谁强谁弱，仅仅是从势力与资源上，源头宗门就足以碾压葵皇朝的天王。不过虽如此，可白小纯在如今这个高度后，也同样发现了通天河区域的弱点所在，那就是战意与彪悍。相对于蛮荒内艰苦岁月成长起来的魂修来说，通天河区域的修士大多数都如同温室的花朵，无论是血性还是野心，都不如蛮荒之修。或许也正是因此，才使得双方处于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只是如今随着长城的崩溃，很难说这件事情对于蛮荒以及通天河区域哪一方有利。此事太大，白小纯只是略一琢磨，就觉得头痛无比，索性不去考虑，安心修行。同样的，在这3个月里，他麾下的势力增长也是惊人。张大胖与徐宝才2人，不愧是在星空道极宗混了这么多年，虽平日里都是小心谨慎，可终究还是有属于他们的人脉。短短的时间就拉拢了大量的星空道极宗内原本不得志的弟子，成为了白小纯这第6位太上长老的势力。其中元婴长老足有9位之多，冯有德正是其中之一。至于结丹以及筑基修士，更是数量庞大，隐隐的已在星空道极宗内出现了自成一脉的气势。这方面实际上要归结于白小纯当年在空城时的经验，使得张大胖与徐宝才收获多多，几乎就是拿着照搬出来，同时推陈出新，才使得势力的建立速度如此之快。而李显道那里给白小纯的交代也有了结果。李显道对于这件事情很是果断，原本他也没打算那么狠厉，可在了解了真正的情况后，他心知肚明，自己一旦没处理好，怕是之前的化解就会成为泡影不说，与白小纯之间的关系也将更为恶劣。而他身为天人老祖，子嗣众多，自然果断，直接就将那位对张大胖与徐宝才出手的元婴长老的人头送到了白小纯的面前。至于李元胜，则是被废了修为，关押在原本关押张大胖与徐宝才2人的牢狱之中。此事做得让白小纯也都说不出什么，张大胖与徐宝才更是满意。如此一来，也就缓和了关系的同时，多多少少也化解了之前因逆河宗而起的摩擦。与此同时，随着白小纯的地位的稳固，随着势力的扩展，根本就不需要他去说什么，空城内他的客栈茶馆，被鸠占鹊巢的天空会恭恭敬敬的归还。而天空会当年的那位大头领，也都哆哆嗦嗦的亲自求见白小纯，那一脸恐惧忐忑的样子，生怕白小纯不悦，其心中的感慨更是无限。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当年与自己天空会争夺空城资源的白小纯，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摇身一变，已成为了需要自己仰望的星空道极宗第6位天人太上长老。对于天空会大头领的求见，白小纯欣然接受，也没有去多说什么。他觉得自己在这天空会身上还是学到了不少学问的，否则的话，在葵皇城时，面对9幽王世子的刁难，面对那2个选品炼魂师，他还真没办法去处理。不过他越是没说什么，天空会的大头领就越是紧张。离开后，全身被汗水浸透，风一吹就忍不住凉飕飕的。与他一起到来的徐宝才眼珠一转，立刻就恐吓了几句，吓得天空会大头领回去后，赶紧送来了一大笔赔偿，这才让张大胖与徐宝才满意。时间再次流逝，又过去了数月，白小纯在星空道极宗已彻底站稳，其势力也成了规模，其名气已然传遍通天河区域，被其他3脉源头宗门也都知晓，甚至蛮荒中也都听说了星空道极宗的这第6位天人白小纯。一时之间，蛮荒内人人咬牙切齿，可心中多少都觉得这个白小纯神出鬼没。要知道，在他们的认知里，对方这些年可都是在蛮荒中，可到了最后，也都没人找出这白小纯的一丝踪迹。而知晓白小纯在蛮荒身份的那些高层强者，一个个都心中感叹无限。尤其是大天师，在其天师殿内拿着有关星空道极宗的情报，良久不语。巨鬼城内的巨鬼王也在知道了这件事后，嘀咕了几句：“小兔崽子，临走前也不和我说一声，等我下次看到他，非揍死这小崽子不可。”与此同时，在蛮荒的苍穹中，虚幻里似有一条长河，河水深处有一座黑色的宫殿。此刻穿着地袍，戴着地冠，一脸威严的白皓，其脸上的颜色与冷漠，只有在看向星空道极宗的方向时，才会化作柔和与儒雅。第908集，半神不在家。
星空道极宗内充足的资源，使得白小纯的修行也顺畅无比。而随着他地位的稳固，在他闭关的这半年里，逆河宗已将中游修真界彻底一统。只不过逆河宗知晓分寸，所以星河院、极河院以及道河院并没有灭去，而是保留下来。可实际上，这三宗已经被压制的抬不起头，甚至除了要每年给星空道极宗送上贡品外，还需单独准备一份送给逆河宗。对于此事，陈鹤天三人虽心底抑郁，可他们一个个都活了很久，心机深沉，知道只要避世风头，日后总有东山再起之时。且在他们的判断里，白小纯毕竟年轻，怕是很难在宗门长久居住。所以白震天始终闭关不出。李显道觉得自己与白小纯关系缓和了不少，所以不再闭关。可陈鹤天那里无奈之下，索性外出散心，不继续留在宗门内。能让这三位如此，可见白小纯逆河宗一战的确打出了威名。同时，陈鹤天三人对白小纯的判断也的确没错。白小纯在这段日子的闭关里，刚开始的时候还兴致勃勃，毕竟有着几乎用不完的资源来消耗。只是时间一久，他就有些耐不住了，时常出关，在这星空道极宗内溜达来溜达去。只是他身份地位太高，所过之处都是拜见。这拜见他虽享受，可在享受的事情时间一久，也都有些腻味了。无聊啊，这星空道极宗太没意思了，整个宗门都是充满了老迈之意，还是蛮荒好啊。白小纯很是感慨，实在是他觉得自从回来后就始终匆忙。逆河宗时还好一些，可到了这星空道极宗，整个人都闲了下来，很没意思。他也想过去找陈鹤天的麻烦，可一方面没人惹自己，他也就找不到由头去打陈鹤天。且最重要的是，那陈鹤天早就外出散心去了，这就让白小纯有些郁闷。至于白震天那里，白小纯也想去收拾一下，可白灵显然是知道白小纯的性格，特意跑来和他叙旧，没话找话，说来说去，最后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白小纯顿时就明白了，只能放弃了去找白震天麻烦的念头。这样一来，就剩下一个李显道在那里活蹦乱跳的。可人家李显道做事很是有原则，因张大胖与徐宝才的事情，给白小纯的交代十足。白小纯也觉得自己若是还去欺负李显道，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这就让他更加郁闷。实在是他觉得自己都闲得全身长毛了，于是又去观察宗门内哪个女弟子长得好看。只是他身份太高，平日里又喜欢摆出长辈的样子，以至于让他都觉得自己若是去勾搭勾搭漂亮的女修，实在是有损身份。哎，怎么就没有主动一些的呢？白小纯叹了口气，我也不能天天修炼啊，这么修炼下去，我估计快修成傻子了。白小纯有些无奈，他觉得自己在蛮荒时想念通天河区域，可回来后又怀念在魁皇城内的日子。最后白小纯感慨时，也只能再次修炼，吃着那些弟子炼制的丹药。白小纯越吃越是不满意，对于要不要自己去亲自炼丹又纠结了。难道我堂堂天人炼个丹还要躲出宗门去外面炼吗？白小纯想到这里，长叹了口气，不行，我要炼丹，大不了我小心一些，况且以前我炼丹都来找我麻烦，现在我是太上长老了，陈鹤天躲着我，白震天闭关不出，李显道不愿意惹我铁血堂的老大哥，那是自己人，整个星空道极宗能管我的只有半神老祖。白小纯实在是忍不住，内心的炼药冲动让他立刻有了决断，谨慎一些，应该没事。白小纯宽慰鼓励了下自己，立刻就给宗门的内务阁下了一个清单，上面有各种药材，还有不少丹炉。以他的身份，在一定的额度前，宗门对他的提供都是无偿的。很快的，内务阁就忙碌起来，不多时，大量的药草与丹药就被内务阁的弟子送到了白小纯这里。看着那些药草，白小纯激动中立刻就选择了闭关，开始炼药。东风生机丹、迷醉生机丹、灵花生机丹、九转生机丹。白小纯口中低语，将自己记忆里所有关于生机的药方都一一尝试去炼制。渐渐的，一次性只炼一炉丹药已经无法满足白小纯的需要。最重要的，他发现自己这一次炼丹居然没出意外，于是振奋高兴，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加丹炉，从1个变成2个，又变成10个，随后30个、50个，一次次的成功让白小纯激动坏了。他觉得自己好运来了，难道我经历了蛮荒的磨砺后，在丹道上有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巨大进步？一定是这样。白小纯得意无比。到了最后，整整80个丹炉全部都放在了他的闭关之地内，这是他的居所，他可以随意摆置，整个人也都沉浸在了炼药中。或许是白小纯的丹药造诣的确是在这些年无形中提高，又或者是他心中深处还是忌惮半神老祖，所以在之后的这段时间，他的炼药始终顺风顺水，一次意外都没出现过，最多也就是时常传出一些轰鸣巨响，冒出一些黑烟，又或者是引来一些闪电，可都规模不大，以白小纯的修为顺手就化解了，所以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就算是注意了，那些星空道极宗的弟子也不敢多说什么。直至在几个月后，白小纯于炼药中忽然收到了来自半神老祖的传音，这传音不仅仅是给他，
而是星空道集宗所有太上长老都接到。传音里，半神老祖告诉他们6人，天尊召唤，他要去一趟通天岛，而他不在的这段时间，让白小纯等人守护宗门。这种事情对于陈鹤天5位来说已经习惯，半神老祖经常外出，对于宗门的事情不会在意，且每次外出前都会告诉他们一声。可白小纯还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消息，其他人觉得正常，而白小纯这里却在一怔之后，呼吸急促了些，心思猛地活络起来，双眼光芒强烈无比，整个人都激动得快要跳起来了，有种守得云开见月明，推开大山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半神老祖走了，白小纯这么一琢磨，心神振奋到了极致，他立刻就意识到，从现在开始，直至半神老祖回来，这段时间整个星空道集宗没人能管他了。半神不在家，白小纯仰天大笑，他是真的激动无比，就差手舞足蹈了。要知道，他这辈子炼药从来都是小心谨慎，被人追杀了太多次，那种人人喊打的经历，那种心中委屈却越解释对方越愤怒的经验，使得他每次回想都只能连连叹息。可现在仿佛天晴了，一切妨碍他炼丹的因素全部消失。况且白小纯心中有股莫名的自信，自己从此之后炼丹将再不会出现意外了。炼药，炼药，我要尽情的炼药。天雷淬丹法，我要去完善一下。还有发情丹，我应该再炼一些。还有致幻丹，还有那些未知的、不知怎么就出现的奇怪丹药，也应该多一些了。白小纯内心期待，振奋中立刻就将原本的80个丹炉直接提高到了300炉，可还是觉得不够，于是再加了几百，直接到了800炉，这才让他满意。以我天人修为，同时开800炉传出去，必定让人敬佩仰望。白小纯志得意满地看着自己的居所内几乎都布满了丹炉，每一个丹炉下都有大量的极品火石，使得这800丹炉都赤红一片，散出惊人的高温。这要是有人进来看到，必定会吓得半死。实在是这800丹炉若是全部爆开，怕是小半个蓝色彩虹上要从此多出一个巨大的窟窿。第909集分手丹。半神老祖离开后的第3天清晨，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直接就从蓝色彩虹上爆开，传遍四方，使得所有星空道集宗的弟子一个个都被震到了，全部色变。什么声音？吓死我了！怎么回事？该死的，是谁？我正在修炼，被这么一打断，差点走火入魔。一个个带着怒意的低吼，顿时就从星空道集宗内传出，更有数十道身影带着怒气，气势汹汹的冲出。可当他们看到传来声音的地方是蓝色彩虹后，一个个都傻眼了，只能赶紧低头，匆匆离去。这声响是10个丹炉爆开后形成了巨大音浪，白小纯也吓了一跳，实在是这声音太大，他下意识的就神识散开，琢磨着要是有人找来，自己该如何解释。可等了半晌，整个星空道集宗内只是喧嚷了一会儿就安静无比，没人来找自己。就算是有人飞出，可看了看自己所在的蓝色彩虹后，就立刻转头走了。白小纯这才反应过来，更为了然。哈，实在是我太敏感了，自己吓唬自己，都忘了如今星空道集宗内谁敢管我。白小纯胆气大壮，兴致勃勃地继续炼药。数日后，又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在星空道集宗回荡。对于星空道集宗的弟子来说，如果隔几天响一次也就罢了，可很快的，这轰鸣巨响几乎每天都有，而且最惊人的时候是一天内传出7、8次，任何一次都声音巨大，使得所有彩虹上的弟子一个个都要抓狂，实在是无法不发疯。平日里的星空道集宗是很安静的，好似仙境一般，可这几天那巨响声声，震得人都无法修行，无法静心。如果换了其他人这么干，他们早就杀过去了，可偏偏这是蓝色彩虹上传来的声音，而他们也打听到了，这是白老祖在炼丹，这就让所有人不敢说出半句话，只能郁闷无比，连连叹息。如果仅仅是声音也就算了，慢慢习惯了也能勉强忍受，可在2天后，不但有那天雷之声的轰鸣回荡，甚至还有烟气散出。那烟气范围虽不大，但所有闻到这烟气的修士一个个都控制不住的流眼泪，这就让他们再次抓狂起来。啊，白老祖到底在炼什么丹药啊？不行了，我要受不了了。不但是那些弟子觉得无法承受，就连蓝色彩虹上的李显道与白震天也都深受其扰，可迟疑了一下，没敢去管。他们不管，下面的弟子就更没办法了。到了最后，一个个只能咬牙忍下，看向蓝色彩虹时，目中都带着幽怨。这一切，此刻的白小纯毫不知情，他已彻底沉浸在了炼药之中，神色略有憔悴，但更多的却是亢奋。这段日子，他尝试炼制了几乎所有自己知晓的生机丹方，在那不断的炼制与熟悉下，他的丹道造诣也都提高了很多。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生机丹被他炼制了无数。此刻他已经不满足只炼生机丹了，完全沉浸在炼药中的白小纯越来越自信自己的丹道绝对已经今非昔比了。我要炼制出一枚专门克制发情丹的宝丹。白小纯傲然地抬起下巴，脑海浮现了这个念头。实在是他觉得自己2次都栽在发情丹上，
虽然自己内心也并不是很抗拒，甚至小有欢喜，可还是觉得有些丢脸。哼哼，我自己的丹药怎么能被人用在我身上？这是不可以的。这枚即将被我创造出来的丹药就叫做冰清丹。白小纯越想越得意，更是觉得自己起的这个名字实在是官绝天下一般。好名字啊！赞叹中，白小纯目满是得意之色，开始炼药。想要冰清，要加入绝情果才对，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心底去抵抗那莫名的火热啊！白小纯略一琢磨，立刻在脑海里就有了一套丹方，连忙去尝试，一次性就开了30炉。在这炼制中，白小纯废寝忘食，不断的查看下，终于在3天后，这30炉丹药慢慢要成型。可就在即将成型时，忽然其中一个丹炉猛地就出现了要碎裂的征兆。白小纯赶紧上前封印，可就在这时，第2个、第3个、第4个丹炉陆续的不稳，到了最后，白小纯顾此失彼，惊呼中轰隆隆的声音顿时传开，那30个丹炉有不少崩溃爆开。不好！白小纯赶紧封印，神识更是扩散，想要去将危害化解到最小。实际上他这段日子都是这么做的，虽没人管自己，可白小纯觉得自己心地善良，又是老祖，没人管自己，那就自己管自己好了。只是这一次丹炉爆发，从其内升起了一股浓郁无比的黑色雾气，这雾气瞬间就扩散，更是诡异无比，居然连白小纯的神识都无法将其化解。好在雾气虽浓郁，可量却不大，此刻散开时也只是覆盖了一半的蓝色彩虹而已。只是这雾气覆盖的地方属于是星空道极榜所在，而那里的弟子不少，于是刹那间在星空道极榜4周的弟子一个个都还没等反应过来，就直接被那雾气笼罩在内。白小纯顿时着急，赶紧查看，可很快的那些雾气就消散开来，露出了里面的星空道极宗的弟子。这些人一个个都神色诧异，可却毫发无损。这一幕让白小纯也都愣了一下，心中也松了口气，居然没事，没事就好。白小纯摸了摸下巴，又观察了一会，确定真的没事后，开始琢磨自己之前失败的原因。半晌后重新开炉，这一次他换了方法，一次性开了100丹炉。不过白小纯也担心那些弟子，所以在这炼制时，他的神识也散开，持续观察，一旦察觉不妙，他会立刻处理。时间流逝，一连过去了3天，眼看自己这第2批丹药就要成型，白小纯也都没看出那些被黑雾笼罩的弟子有什么奇异之处，心底也就真正放心了。可就在白小纯这里继续炼制时，那之前星空道极榜4周的弟子一个个在平静的3天后，于这第3天夜里却是出现了一些奇异的事情。星空道极宗太大，弟子众多，而彼此结为道侣的，又或者相互之间有好感的，比比皆是。可眼下那些从星空道极榜4周回来之人，若是没有道侣的，倒也没什么，只是心中对于男女情愫有些本能的厌恶。可那些有道侣的男男女女，却是在回到自己洞府后，在第3天夜里，居然都找到自己的道侣，直接开口：“师妹，我们不适合，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分手吧。”师兄，为什么好看的人那么多，可有趣的灵魂却那么少？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对不起，我们不适合，我向往的是大道，儿女私情什么的，从此不要再提。这一幕幕劳燕分飞，立刻就让不少人愣住，更是觉得莫名其妙。而白小纯这里也注意到了，刚开始也没觉得什么，可当他发现这些人大都如此后，他就睁大了眼，内心咯噔一声，不对啊！白小纯立刻开始紧张了，隐隐觉得大事不妙。他知道自己炼制的是冰清丹，里面的主要是绝情果，还有一些其他辅助的药草。按照他的打算，是炼制出一枚可以抵抗发情丹的本能的丹药。发情丹是从身体起的作用，从而作用了脑海，所以他打算炼制的冰清丹，则是从脑海思绪入手，从而净化身心。可却没想到，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效果，这就让白小纯心中惴惴了。我要炼的是冰清丹，不是分手丹啊！不行，我要立刻解决这个事情。白小纯深吸口气，定了定神，他觉得此事好化解，毕竟3天前被雾气覆盖的人并不是很多。可就在白小纯这里下定决心后，忽然的，他听到了连续的咔咔声，面色猛地一变，瞬间抬头看向4周那100个已到了关键时刻的丹炉，而其中几十个丹炉已出现了裂缝。不，白小纯尖叫一声，头皮发麻，正要阻止，轰轰轰！第910集，我要炼解药！丹炉轰然爆裂，不是10个8个爆开，而是那100个丹炉在第1个爆开后形成的冲击以及连锁，使得其他丹炉也都轰隆隆的碎裂开来。也就是一个呼吸的时间，白小纯已经全力去阻止，可还是顾此失彼，来不及了，那上百丹炉全部炸开，这威力惊人。好在白小纯天人修为，又皮糙肉厚，否则的话，换了其他人怕是在这上百丹炉的爆炸中不死也要重伤。不要啊！白小纯惨叫一声，他感觉到这丹炉爆开的威力都使得蓝色彩虹上自己洞府所在的彩虹地面也都震颤不已。而这还不是最让白小纯头皮发麻的，最让他觉得大事不妙的是，随着丹炉的爆开，一股浓郁滔天的黑气
刹那间就以白小纯所在的地方为中心，向着四周急速的扩散开来。这黑雾内蕴含了与之前一样的绝情果的药效，白小纯这里天人修为也都需要立刻运转，防护四周，才可不受这些药效的影响。可其他人却没有这个手段了。于是，这些雾气在白小纯的哀嚎中急速的扩散开来，也就是刹那的功夫，就直接横扫整个蓝色彩虹，没有结束，还在扩散，直至星空道集中7道彩虹，有3条彩虹都被黑雾弥漫后，这雾气的扩散才停了下来。眼看3道彩虹上都是雾气，白小纯眼前一黑，只觉得脑海天雷嗡鸣，他知道自己这一次闯祸了。完了完了！白小纯哭丧着脸，他是真的急了。这一切并非他本意，他也觉得委屈。为什么自己单道造诣明明已经很厉害了，可偏偏几乎此次都发生诡异状况？而此刻，这3道彩虹上所有的星空道集宗弟子，全部愣了一下，有的反应慢了一些，刹那就被黑雾笼罩；而就算是反应快的，也都在骇然疾驰避退中，还是比不过这雾气的冲击之速，依旧被淹没在内。该死的，这是什么？毒雾！天啊，我们的宗门内怎么会有毒物？莫非是嫡袭？3道彩虹彻底大乱时，李显道、白震天还有铁血堂的那位天人老祖3人也都大吃一惊，急速冲出，挥散四周的雾气后，看到了这黑雾居然笼罩了3道彩虹，3人也都是心头狂震。好在这雾气来得快，消散的也很是迅速，一切也就是持续了不到10多息的时间，这黑雾就凭空散开了，彩虹上的一切恢复如常。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弟子想起了之前雾气来临前听到的蓝色彩虹上传来的那滔天轰鸣声，一定是白长老在炼丹。天哪，有完没完啊！白长老这哪里是在炼丹，这分明是要灭了我们的宗门啊！就没有人去管一管吗？这么下去怎么办啊？一时之间怨气无数，这3道彩虹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埋怨地看向蓝色彩虹，他们也只能用目光去抗议。实在是白小纯的身份地位太高，如果换了其他人，他们早就上去围攻指责了，哪怕原因也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可白小纯这里那是天人啊，星空道集宗仅有的6位太上长老之一，这就让所有弟子内心抑郁到了极致，偏偏还无法去宣泄。李显道迟疑了一下，白震天也有些犹豫，只有铁血堂的那位天人老祖苦笑中向着白小纯传音一番：“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白小纯赶紧回复，可心底却是忐忑无比。好不容易在铁血堂老祖那里解释了此事后，白小纯整个人心头焦急烦躁。别人不知道端倪，可他心知肚明，这雾气虽消散了，众人看似无碍，但最多3天药效就会发挥出来。一想到3天后星空道集宗这3道彩虹上的数十万弟子一个个都会去与他们的道侣提出分手之事，白小纯就觉得自己这一次的祸闯得实在太大了。都说坏别人一次姻缘会折寿一次，天啊，我这一次差不多能拆散10万对以上，要是解决不了，以后的星空道集宗将找不到一对道侣，这修真界的下一代被我断送了多少啊！白小纯想到这里就觉得脑袋都要炸开了，愁眉苦脸中他目中满是焦虑，呼吸急促，狠狠一咬牙：“不行，此事绝不能发生，我要去化解啊！”白小纯用力的吸了几口气，整个人都焦急的不得了，赶紧重新拿出药草，想要去制作能消散绝情果的丹药。我也不想这样啊，我原本只是打算练冰清丹。白小纯委屈的同时更有内疚，他现在忽然觉得没人管自己不是个什么好事。虽自己身份地位提高后，那些弟子都不敢来找自己喊打喊杀，可白小纯内心的自责使得他觉得这一切还不如以前时有人来追杀自己来的舒服。尤其是想到半神老祖若是在这个时候回来了，那后果白小纯立时哆嗦了一下，红着眼立刻就踏入密室内开始创造丹方。1天、2天、3天，终于的在第3天晌午，距离绝情果的药效发挥只剩下不到3个时辰时，白小纯头发散乱，整个人都带着一些癫狂，猛地从密室内冲出，他的身体都因激动而颤抖，手中抓着一枚玉简。成功了，我终于创造出了解药。白小纯仰天大笑：“星空道集宗的道友们不要怕，我来解救你们。”此刻白小纯也不顾自身疲惫，立刻就开启丹炉。为了让这一次的效果全范围的扩散，白小纯狠狠一咬牙，竟直接动用了300丹炉。实在是他也着急了，时间又紧迫，为了化解绝情果的药效，白小纯也都拼了。时间流逝，这300丹炉在白小纯这一次全神贯注的守护下，没有出现爆开的事情，就算是偶尔出现意外，他也第一时间解决。终于在距离绝情果的药效只剩下半个时辰时，这300丹炉纷纷赤红无比，阵阵刺鼻的气味弥漫四方。闻着此气味，白小纯终于放下心来。没错了，这次为了化解绝情果的药效，我特意添加了黑海棠。这种黑海棠可以刺激7情6欲，又有其他草木配合，能解决情果。白小纯激动中迟疑了一下，实在是按照他的计算，马上绝情果的药效就要开始了。甚至他神识扫过星空道集宗，都看到了有不少弟子已经神色肃然地走向他们的道侣。
这就让白小纯急了，根本就没法去等，也不可能承担后一一送出，于是目中露出果断，右手猛地抬起，向着四周蓦然一挥。这一挥之下，一股大力直接散开，波及此地300丹炉。瞬间，这300丹炉震动中齐齐爆开，轰隆隆的声响比3天前还要强烈太多，甚至白小纯都有种似乎地动山摇之感，一股惊天冲击直接就滔天爆发。